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的经历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今天要介绍这则经历是发生在欧洲，没错，上周我记得好像是美国嘛，那这周是在欧洲的荷兰。这个人他所碰到的经历，应该是说他朋友所碰到的经历是发生在一个有点像民宿饭店的地方，所以说今天也算是在饭店当中的一则鬼故事。那其实外地人到一个新的地方，本来人生地不熟的，说坦白，有时候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必须说，假如我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又碰到这样恐怖的事情，说坦白，我会很无助，我会很彷徨，甚至感觉到恐惧。不知道换成是你们的话，会不会也是跟我一样呢？那今天他们所碰到的经历是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了。大家好，我好久没发文了，来简单更新一下我的近况。我已经学会与自己周围的一切共处，虽然我仍会时不时的感受到某种东西的存在，而且能感觉到它的危险性。没人真的知道我还在面对这些，不过也罢。这次的故事不是关于我，而是我最近一位新朋友的经历。他大约2周前搬到荷兰，暂时住在一间公寓式的旅馆里，等他和家人找到合适的房子再搬过去。我们就叫他艾丽吧。他已经同意让我把这则故事分享出来。此时此刻，他正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吓得睡在我的床上。他不知道我有灵异体质，我想我会先保密，直到他真的信任我，也能觉得他能够接受。我是在学校认识艾丽的，我们很快成为了朋友，一切很正常。后来我们在历史课上被分到一起做一个小组的专案，要做一个模型。他刚搬来荷兰1周，暂住在一间旅馆公寓。我家离学校比较远，所以我们决定从学校拿些材料，然后去他住的地方做。上周一，我第一次踏进他住的地方，马上就感受到熟悉的感觉，寒意刺痒，目光被某个东西吸引。我学会了怎么抽离这种状态。一开始我觉得不太舒服，但很快又感觉那个东西已经不在那里了。不过我确定那不是什么好东西。然后到了周3，我们最后一节是体育，之后要继续做模型。我们回他家，他先泡澡，我坐在他的床上，浴室在他房间的另一边。他洗完后轮到我，我看到浴缸，问他说我能不能也泡一下。他说没问题。我进去泡了一下，结果不小心睡着了，大约泡了20分钟后才出来。我一出来看到模型放在床上，旁边还有几罐可乐。我笑着问他，你怎么突然拿可乐出来呢？他从手机上抬头说，这不是你要的吗？我说我没有要啊，我刚刚根本没讲话啊。他说别闹了，你在浴缸里的时候，我问你要不要什么，你说我很好，只要把模型拿出来，再拿罐可乐。我在冰箱拿可乐时，你还大声从浴室说谢啦。我以为你出来了，结果门还是锁的。我一脸错愕地说，我过去10几分钟都在睡觉啊，根本没讲过话。我甚至不知道你们家有可乐。我们都觉得有点诡异，但艾丽看起来说服自己只是她记错，可能是她潜意识想要喝可乐吧。我也就顺着她，但内心还是有些不安。她听我说我根本没讲过那些话时，明显变得有点害怕。周5我们又去他家做完最后的模型，那时家里只有我们2个，他爸妈外出了，他哥哥在朋友家看球赛。当我坐在床上滑手机时，忽然听到厨房里有餐具碰撞的声音。他以为家人回来了，大声地说，我和 Jessie 在这里哦。然后继续滑手机。过了一会，我没有听到椅子移动的声音。他起身去看，我还在他房间。忽然听到他说嗨，我往门口看了一眼，没看到他就回了一句嘿，以为他去隔壁的父母房间拿东西了。然后他又说了一次嗨。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寒意袭来，全身刺痒，精神紧绷。我知道有什么不对了。我立刻跳下床，冲到厨房，只看到他在关门。我问他在干什么，
他说他听到有人敲门，所以去开了啊。我问你刚刚有叫我吗？有说嗨吗？他说没有啊，怎么了？我说我以为你对我说嗨。他说没有啊，我刚刚只是在门口被一直敲门的声音吓到，我哑口无言。当下我不敢跟他说那里有东西，我怕他不信，也怕那股能量会因为我说出而做出什么。我只笑笑着说没事。那时快8点了，我打算等他爸妈或哥哥回来再走，不想让他一个人留下。半小时后，他父母回来了，我就离开了。当晚我上网查询那家旅馆的资料，没有任何关于闹鬼的评论，也许大家没有发表过，又或者这不是地方的问题，而是跟艾丽或她家人有关。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我会听到她的声音叫我呢？隔天晚上7点半，他打给我，声音很低的问：鬼真的存在吗？我想了几秒回答：我相信有好就有坏，所以我相信有。他声音颤抖地说：我觉得这里有鬼。我问他爸妈在哪，他说在厨房检查我们是不是打破了盘子了，但其实我哥在厕所。我问为什么这样觉得，他说因为我们以为听到我哥在厨房哭。我整个人都傻了。我们还讲了几句话，他爸妈决定搬到另外一家旅馆，我立刻邀请他来我家过夜。那天晚上9点了，他们来到我家，我爸妈很热情地接待他们，也半信半疑了这些灵异的事。现在是中午的12点15分，艾丽还在睡，因为昨晚她一夜未眠，太害怕了。我知道她要过一段时间才会真正的恢复。我写下这则故事，是希望有人帮我理清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想听听你们的想法。谢谢大家读完这篇长文。介绍完这个人的经历，不能说他很长，也不能说他有看到很明显或是之前像印度或日本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所碰到的状况是很容易就发生在你我周边的，不是吗？那当然我看到他的经历，一开始我会觉得说，会不会是这个饭店有问题？但我的疑问也是跟这个杰西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查不到这饭店有问题的话，我一定也是把原因归咎于人的身上嘛。会不会他家或是他哥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把一些什么不好的东西给吸引过来了呢？就像昨天影片中介绍的那一则经历，他的家人不是都很无辜吗？就因为他带了一个东西回来而影响到他们全家，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形呢？我觉得有可能哦。所以要查的话，会不会是要查查看他家人有没有什么状况？假如饭店没有问题的话。不过说真的啦，饭店世界上非常多了，那饭店怪谈也非常多，我也介绍了很多个，从印度、日本、欧美国家到处都有介绍过了。毕竟你不知道之前住的是谁，对吗？所以住饭店有一些习俗该遵守还是遵守一下，除非你跟我一样想要撞鬼。好 ，OK， 我是工商的启明，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